3月28号，荷兰国防部长鲁本·布雷克曼斯在巴伦镇的安全会议上援引了一篇荷兰情报部门的一份评估，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在俄乌停战1周年内将再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这位国防部长还要求民众设想普京在波罗的海周边陈兵数十万的场景，毕竟现实中的乌克兰就是活生生的案例。今天我们就以该话题做一个模拟兵棋推演。假设俄乌今年停火，26年或者27年，俄军真的会去打波罗的海3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本应是3国安全的保障，但在面对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又稍显不足。尽管北约在该地区部署了约4万快速反应部队，然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的警告却如警钟长鸣。一旦战争爆发，我们的首都将在72小时内变成废墟。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现实军事力量对比的清醒认知。目前，北约在波罗的海3国实施的绊脚石计划，仅在每个国家部署了约1000人的多国部队，这点兵力显然无法抵抗俄罗斯大规模机械化集群的进攻。俄罗斯的装甲洪流一旦开动，短时间内就能突破3国的防线，直捣首都。尤其是加里宁格勒这块俄罗斯的飞地，犹如一把嵌入北约防线的利刃，战略位置极其关键。一旦战争爆发，驻扎于此的俄军极有可能率先发难，突破立陶宛的防御，切断波罗的海3国与北约的陆地联系，进而掌控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届时，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将率先登场，对立陶宛的雷达站、防空阵地和指挥中心等关键节点展开精确打击。伊斯坎德尔导弹被誉为俄罗斯战术导弹之王，射程可达500公里，具备极高的命中精度和突防能力，能够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以高超音速突破敌方的防空系统。随后，装甲集群在空降兵部队的配合下，俄军装甲部队有望在48小时内突破立陶宛防线，直抵其首都维尔纽斯。在推进过程中，装甲集群将得到空中力量的密切支援，苏34战斗轰炸机和米28武装直升机将对沿途的抵抗力量进行精确打击，为装甲部队扫清障碍。最后呢，还少不了白俄罗斯的配合。作为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其地理位置对于俄罗斯进攻波罗的海3国是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得到卢卡申科政权的默许，那么俄罗斯或将效仿俄乌战争初期那般，俄军借道白俄，从白俄罗斯边境直接进攻波罗的海3国，那俄军将会在短时间内对3国的防御体系进行有效打击，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北约的增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也将难以有效迅速地支援3国，从而为俄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当然，以上都是最理想的情况，而在现实中，一旦开战，北约其成员国，尤其是美国来说呢，一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北约宪章中的一条条款呢，就有明确的规定，一旦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攻击，就将视为对北约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届时，俄罗斯就将独自面对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一旦发展如此，那事态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因为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双方的军备。在空军方面，俄罗斯空天军可能出动苏57第5代战斗机执行制空任务。根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布的数据，苏57的雷达散射截面积约为 0.1 到 0.5 平方米。虽然不及美国的 F-22，但其 N036 松鼠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达到400公里，并且可以携带射程300公里的 R37M 远程空对空导弹。若北约启动集体防御条款，美国的 F-35A 战机将从波兰的瓦斯克空军基地紧急部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3年的性能简报显示，因苏57发动机喷口未做有效的隐形处理，而且整体隐身能力又不如 F-35，致使 F-35A 的 APG-81雷达可以在160公里外就发现苏57，
配合 AIM-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可在俄机进入发射阵位前实施拦截。但俄军如果使用大规模的铠甲 S-1炮弹合一系统掩护前线机场，可能会降低北约空袭效率。该系统配备12枚57E6导弹，拦截高度15到15000米，对巡航导弹的拦截成功率达85%。地面部队方面，俄罗斯陆军装甲集群的核心力量可能包括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但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2023年军事平衡报告 ，T-14配备125毫米 2A82EM 滑膛炮，可以发射真空一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理论穿甲深度超过900毫米均质钢装甲。同时，其孔雀石爆炸反应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可以显著提升生存能力。不过，该坦克的产量进度缓慢，截止到23年仅交付了约50辆，实际部署规模可能受限。相比之下，波罗的海三国则需要依赖北约其他成员国介入，届时波罗的海三国则将会装备德军的豹二 A7坦克。据德国国防部2022年白皮书，豹二 A7配备了 L55A1 120毫米滑膛炮，搭配 DM73穿甲弹时，可以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740毫米装甲。其数字化火控系统在动态射击精度上是高于 T-14的传统光学瞄准具的。还有火炮部队，俄军最新的 2S35联盟 SV 自行榴弹炮采用无人炮塔设计，射速达到16发每分钟，使用红土地制导炮弹时，原概率误差不超过10米。美国陆军协会2022年报告指出，该炮在40公里内射程火力密度超过北约现役的 M109A7。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装备的德国 PZH2000自行榴弹炮射程更远，使用了 VLAP 弹药时达到67公里，但数量是只有21门，难以对抗俄军集中使用的 BM-27飓风多管火箭炮。北约如果投入美国的海马斯系统，发射其 GLSDB 时射程可达150公里。2023年乌克兰战场数据显示，该武器对俄军后勤节点的毁伤效率超过70%。最后当然是少不了海军方面的对抗。波罗的海海域的制海权争夺将围绕波罗的海的舰队展开。该舰队主力包括2艘现代级驱逐舰和6艘基洛级潜艇。SSN-22采用掠海飞行模式，末端速度可达2.3马赫，但射程仅120公里，需要进至北约舰艇的防空圈边缘发射。北约的反制手段可能会依赖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的标准6导弹，最大射程400公里，采用主动雷达红外复合制导。2022年美军测试中曾经成功拦截模拟超音速反舰导弹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海军实力是极为有限的，仅装备了小型巡逻艇，因此北约需要快速向波罗的海投送兵力。其中，瑞典萨博集团研制的 RBS-15 Mk3 反舰导弹可能成为关键。该导弹配备地形匹配系统，射程超过200公里。其他方面的对抗主要是先进的武器装备，的确能增加己方的优势。但是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武器方面的较量，而是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当然，信息化方面的对抗也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电子战部队装备的里尔3系统可以通过模拟4G 基站信号渗透民用通信网络。2022年乌克兰战场的案例显示，该系统能在15分钟内定位方圆5公里内的北约制式加密电台。北约的回应可能依赖爱沙尼亚塔林网络防御中心开发的数字盾牌系统，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指挥链验证机制，在25年北约的索顿演习中成功抵御了模拟俄军网络攻击。但俄罗斯星链计划的进展可能改变态势。2026年1月，俄航天集团宣布发射首批6颗球体低轨卫星。若完成60颗组网，可为俄军提供每小时1次的区域侦察更新，这对北约依赖的 GPS 系统构成了直接挑战。后勤医疗一环也是如此，它将保障己方士兵的可持续战斗能力。俄军最新列装的台风 VDV 装甲救护车配备自动化生命维持系统，
可在后送途中实施胸腔穿刺手术，其3防过滤装置可在核生化污染区域持续运作8小时。而北约在立陶宛建立的野战医院采用模块化设计，德国提供的移动外科单元可在45分钟内展开6台手术。使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系统，可使复杂的外伤手术时间缩短30%。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发布的冲突地区医疗评估，波罗的海3国仅储备了2.3万人份的防辐射药剂，将难以应对俄军可能使用的贫铀弹攻击。最后，在战略威慑层面，俄罗斯可能部署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到加里宁格勒，该导弹20马赫的突防速度，结合横向机动能力。但美国研制的滑行阶段拦截器是专门用来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秘密武器，能将高超音速武器的上升段实施拦截，理论拦截高度是80到100公里。如果与日本海基宙斯盾系统联动，可能将俄军战略打击窗口压缩至发射后的90秒内。这种矛与盾的对抗，或将会把冲突风险推向至难以预测的方向。总的来说呢，这毕竟是想象中的战争，双方又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一旦真的打起来，或将造成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场面。况且俄罗斯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其是否有能力消除来自国内的厌战情绪，都是一个问题。毕竟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早已让俄罗斯民众背上了沉重的生活压力。总之一句话，这场战争几乎是没有打起来的可能性。至于大家对这场兵棋推演又有怎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